七老呆呆的正在原地，他一直不知道眼前这个男人的身份。在此之前，他从未听过江北繁育这几个字。在关东平原未沦陷前，关东平原和关西平原也是有些联系，但也从未听过江北繁育这个势力。繁育距离关东平原太远了，又是一个贫瘠之地，消息实在是很难传到关东平原来。眼前男人身上的神情告诉他，此人没有说谎，句句属实。只是一个身处贫瘠之地的江北势力，又是如何掏出能打造出一道防线的鬼石呢？陈凡也没过多解释什么，只是拍了拍七老的手臂，笑着道：“放轻松点，会好起来的。具体你有什么想知道的，可以询问少秋。如今当务之急是，快点安排你的人将那边的鬼物尸体装进高铁里吧。距江北海底鬼巢登陆还有2年的时间，我们做的准备越充分，届时守住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你们7号防线负责守关东，我们繁育负责守江北，问题不大。”他说的很轻松，但其实只有他自己知道，为了打造这个江北防线消耗了他多少精力。但他之所以这么卖力，就是为了现在可以轻松的说一句问题不大。好好好，七老已经僵在原地，呆呆的点头应下，脑子还没转过来，但他突然想起一件事情，从怀里摸出2件异宝递给陈凡，深吸了一口气后，才嘴唇微微发颤的沙哑道：“陈狱主，这是7号防线雨季里遇见的一只鬼物掉落的2个异宝，感谢你这些日子的支援，一直没有什么能回馈的地方，这点微不足道的回馈，还请你笑纳。”不用。陈凡笑呵呵的随意扫了眼，繁育支援7号防线乃，声音戛然而止。他停顿了一下后，才轻咳了一声：“也罢，既然是你的一片心意，那不收也确实不合适。这2件异宝我就收下了。原本他是不想收的，毕竟樊玉如今也不缺这2件异宝。但当他看见那个石头形状的异宝面板显示的是天道石时，他就觉得还是得收一下，一丝一丝。这是樊玉获得的第3个天道石，他现在甚至有些迫不及待返回樊玉，看看这第3个天道石能给他带来什么天道赐福效果。这个意思挺够意思，挺好。陈凡笑了起来，抬头望向七老：“那我就不久留了，我先回去了。”七老站在荒原上，望向那道刺入永夜深处的鬼火通道，和在鬼火通道里向前疾驰而去的樊玉高铁，神情有些恍惚的偏头望向一旁的少秋：“你可以跟我讲讲江北樊玉吗？”少秋单手撑着下巴，思索了许久后才笑了起来，随后开始讲述他加入樊玉后的经历。片刻后，七老站在原地，怔怔地听着少秋讲述着樊玉的发家史，渐渐听入迷了。他也明白了樊玉为什么不愿暴露身份，也不愿和永夜殿接触了。崛起如此之快的一个势力，还拥有一些莫测的手段，再发展个几年，确实有可能左右一丝前线的战局。但永夜殿是有不少内奸的，一旦让那些内奸知道这件事情，再将事情泄露给鬼族，那如今还未完全发育起来的樊玉便会迎来灭顶之灾。时间流逝，夜深人静，一辆樊玉高铁顺着夜色驶入樊城。当高铁停稳后，陈凡大步从高铁里走出，将手里的天道石抛在空中，咧嘴笑着扫了眼四周，随后才轻打响指，一节铜管虚影突兀浮现并快速凝成。在来时的路上他就已经想好了，这枚天道石就用在铜管上。虽然铜管只是一个建筑模块，甚至都不是一个完整的建筑，但铜管在樊玉里的地位可不低，各处建设都离不开铜管。没有丝毫犹豫，手中的天道石拍在铜管上，很快面前便浮现出一道面板。你对铜管使用了天道石，获得了3个天道赐福效果，请在百息内任选其一。一个建筑仅能拥有1个天道赐福效果。1. 天道赐福效果，狐假虎威，铜管会释放出大鬼气息，对大多数鬼物产生有效震慑。2. 天道赐福效果，绝对虚幻，布下的铜管可选择虚幻状态和非虚幻状态，处于虚幻状态时无视任何攻击。3. 天道赐福效果，不劳而获，铜管打造消耗减少90%。陈凡默默地沉默在原地，抬头望向头顶如幕布般盖在无名山上空的黑暗，呢喃着：“狗运，不，我更愿意将其称之为天命所归。”几乎没有丝毫犹豫，他便选择了第2个天道赐福效果，绝对虚幻。在确认的那一刻，面前弹出一则面板，是否将之前所打造的铜管全部设置为虚幻状态，可随意转换。陈凡并没有第一时间确认，而是又原地打造了一座1级鬼火，开始做实验。虚幻状态下的铜管鬼火能量可继续流通，没有任何区别。尝试攻击，一刀砍去，直接砍在地面上，刀刃直接穿过铜管，没有对铜管造成一点伤害，仿佛根本没有铜管一样。而在铜管内流淌的鬼火也没有任何阻碍，完美。在做了数个实验后，陈凡才笑了起来，心念一动，此前他所打造出来的所有铜管都被转换为虚幻状态，如今他再也不用担心有人能破坏他的轨道了。最主要的是，这个虚幻手段还不需要多消耗1枚鬼石，挺好。如果是以前，他也会考虑第3个天道赐福效果不劳而获，这意味着他打造10米的铜管只需要消耗1枚鬼石，消耗大幅减少。但如果是为了上限来考虑的话，资源类的天道赐福效果是最差的，毕竟这个天道赐福效果是可以用鬼石来弥补的，而那个绝对虚幻天道赐福效果可是用再多鬼石都买不来的。就像是如果没有君临天下这个任务可以去完成，他其实在选择鬼火的天道赐福效果时，不会选择那个升级可以无需天才地宝的天道赐福效果，毕竟他其实也不用打造那么多鬼火。不错，陈凡咧嘴笑着，又重重朝地面上的铜管砍了几刀。但就在这时，他突然愣在原地，隐隐感觉哪里好像有些不对。半晌后，他唤来路过还未睡的2个樊玉成员，
让这2个繁育拿着铲子，快速将这根铜管下面的泥土全都挖空。很快，一个足够埋下一个人的小坑被挖了出来，而那个处于虚幻状态的铜管，在没有任何支撑的情况下，就那样漂浮在空中。陈凡面无表情望向那根悬浮在空中的铜管，再次尝试下的打造了一根不处于虚幻状态的铜管。铜管凝实的瞬间便落至坑里。他又试着在半空中打造一根处于虚幻状态的铜管。打造完成后，这根铜管同样再次落入地面。他换了个思路，他捡起刚才落在坑里的那个处于未虚幻状态的铜管，将其高举在空中，然后才将手里这根铜管转换为虚幻状态，缓缓松开手。令人骇然的一幕发生了，这根铜管就这样悬浮在半空中，在没有任何支撑的情况下。他明白了，原先铜管是没有办法在没有任何支撑的情况下悬浮在空中的，但倘若铜管在处于未虚幻的状态下是有支撑的，那当这根铜管转换成虚幻状态后，无论支撑是否消失，这根铜管都会保持现状。至于这个发现有什么用呢？陈凡思索了一会儿后，一次性打造了数十米悬浮在空中的虚幻铜，又打造了一个满级吊篮贴在铜管表面，启动吊篮瞬间加速至最快速度，在冲至铜管边缘后骤然停下。空中高铁，陈凡若有所思地思索着，这听起来是个没有用的发现，他以后肯定要和永业店接触的。地下隧道比较保险，空中高铁有什么用？感觉像是活靶子。他暂时没想出来，但他觉得以后肯定能用到。随后他才伸了个懒腰，重新回到身后繁育高铁上，在2个繁育成员目送下，乘坐高铁朝无名山疾驰而去，准备睡觉了，困的。第2日天亮了，雨季结束后的第2天，繁育也有很多事情要处理，而樊城也再次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各大势力的人不断乘坐高铁来回奔波，也不知道这些人都在忙什么，一天天跑来跑去，好像赚了很多鬼石一样。陈凡如往常一样坐在1号洞穴的城墙上，打量着手里的这个异宝，是一个旗帜类的异宝，同样未开包。偌大一个7号防线，不可能连一个鉴定师都没有，所以他更倾向于应该是七老判断出这2个异宝价值不菲，于是便想送给他。不鉴定是因为担心鉴定出来后不舍得送了，这不是小气，也不是自私，而是人性本就如此。异宝名称：令天旗，异宝品级黄色，异宝效果可呼风唤雨，很简单的面板，更直白一点，就是可在小范围里制造雷雨天气，和劫云一个类型的异宝，效果大概一样，只不过名称和面板不一样。这种类型的异宝正是樊玉所缺的，可以为通天柱更好的充能，它可以打造更多的通天柱，在非雨季也可以充能。2件黄色品级的异宝都是樊玉所需的，不错。陈凡颇为满意的将手里的旗帜塞进怀里，准备走下城墙去港口看一看。樊玉港口旁边那200来个矗立在地面上的通天柱显得极其扎眼。樊玉如今共有200根6级通天柱和15根10级通天柱，通天柱每次升级都可增加射程，6级通天柱的射程约莫可轰向7号防线和黄泉口峡谷，而10级通天柱的射程可轰向越过黄泉口峡谷更深处的永业大陆腹地。可惜了，陈凡有些微微遗憾地望向面前这宛如天庭支撑柱般的一根根通天柱，如果再有一枚天道石就好了。他想看看通天柱的天道赐福效果会有什么，随后他才是开始催动手里的异宝令天旗，伴随着灵气催动，手里原本袖珍旗帜突然变得巨大，足足有数米宽，每次挥动都能挥起一阵狂风。很快，空中浮现出黑云，电闪雷鸣，源源不断的倾盆大雨夹杂着闪电倾盆而下，范围比劫云要大一些，但有点傻。陈凡对这个异宝给出了自己的评价，劫云是完全自动化工作，催动后劫云就自己悬浮在空中治雨了，而这个令天旗是需要手动催动的，需要一直挥不了一会儿就没力气了，想要全天运作，必须安排足够的人手来轮换。所幸他不是单打独斗，樊玉人并不少，他通过传音符换来王魁。很快，王魁带人而来，旁边标记了令天旗的降雨范围。陈凡在降雨范围内填满了满级通天柱，填了30根，消耗了约莫1500万枚鬼石。这批满级通天柱在江北海底鬼巢登陆前肯定是无法储能完毕，但可以留在以后用。令天旗扔给了王魁，王魁会去安排人手。做完这一切后，陈凡才松了口气，站在原地远眺海边，视线仿佛穿过数千里，看见远在天边的雷雨海域一样，低声呢喃着：迟早有一日，我得将通天柱运到雷雨海域去，这里储能的还是太慢了，倘若能运到雷雨海域内，储能速度肯定快，就是怎么运过去，以及通天柱能否承受得住雷雨海域里的雷电都是个问题。就在这时，怀里的传音符微微发烫，里面传来了七老的声音：陈狱主，我已经坐上樊玉高铁，即将抵达江北荒原，不知你现在方便吗？这么快？陈凡微微一愣，这才刚天亮不久啊，也就是说七老是跟着第2批鬼物尸体一起来的，昨晚就出发了。7号防线雨季结束后一点事儿都没有吗？但他很快就想明白了，七老昨晚应该没睡着，翻来覆去还是想亲眼见一下江北防线，才能将那颗心塞回肚子里。正所谓眼见为实，当即笑了起来，当然方便，你跟列车长说去樊玉港口就行，我在港口等你。很快，七老带着2个心腹走下樊玉高铁，来到港口站台上。走下高铁的一瞬间，七老便僵在原地，眼前的一幕幕让他极其陌生，他感觉自己仿佛进入到了另一个世界，这里是和7号防线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在港口旁边的海面上，数艘海船正在不断往返，大量樊玉高铁不断来回穿梭在红色的轨道上，不远处数百根巨大的柱子矗立在天地间，显得极其震撼。而在他们身后便是镇守在江北海岸线上的江北防线，看不见尽头，足足有20米高，是5级城墙。呼哧呼哧，七老呼吸渐渐急促了起来，这里的一切都和他印象中的江北完全不一样。有那么一瞬间，他甚至以为自己去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他仅仅只是站在这里，就能感觉到樊玉正在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快速发展。诸位，欢迎来到樊玉。陈凡拄着翡翠手杖，笑呵呵迎了上去。
请江北防线就在后方，烦请七老你多指点指点。我们樊玉也是纸上谈兵，正儿八经的鬼巢也没经历过，在这方面还是你老有经验。这是他的肺腑之言，他对江北防线还是有些不太放心，总感觉还不够强。走走，七老此时才被惊醒，深吸了一口气，跟在陈凡身后朝江北防线走去。渐渐逼近江北防线，七老心里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新江北防线几乎没有战斗痕迹，不像7号防线已被鬼物血液染红。但当他离得足够近后，他看见了江北防线上的大片鬼血纹路，微微一愣，朝两侧望去，在发现视线所及之处皆是鬼血纹路后，眼中闪过一丝骇然。陈狱主，江北防线不会是清一色鬼血纹路吧？自然，陈凡笑着朝江北防线走去。我觉得鬼血纹路挺好用的，越战越强，谁会觉得鬼血纹路不好用呢？七老挤出一丝艰难的笑容，但要想打造出清一色的鬼血纹路，足足170公里，那得消耗多少鬼石啊？随后二人登上城墙，七老打量着四周布置在城墙上的是神炮和防空炮，眉头微微紧皱，沙哑道：“陈狱主，江北防线所面临的海底鬼巢没7号防线所面临的鬼巢多，但也不少。你这个火力配置有点不对，你这个炮塔名字叫什么？是神炮。好。”七老深吸了一口气，先是余光不经意地观察了下陈凡的反应，见陈凡没有生气后，才开始解释起来。他是真想让江北防线变得更好，但他又担心因此让陈凡生气，毕竟没人愿意听别人说自己孩子的坏话。他都已经把7号防线当做自己孩子了，像陈凡这种防线的一点一滴都是樊玉自己打造的，那更是当做自己孩子了。首先，江北防线是清一色的5级城墙加鬼血纹路，在防御这一方面已经足够用了。毕竟在上古时期，江北防线仅只是4级城墙而已，但在火力方面有些不足，像是神炮这种轻鬼巢的炮塔，每隔20米布置一座，火力太弱了，至少也得每隔15米布置一座。像7号防线用于轻鬼巢的炮塔是箭雨炮塔，是每隔10米就布置一座。7号防线上足足有9700座箭雨炮塔，20米一座，无法应对鬼巢的。其次，江北防线没有应对大鬼的炮塔，7号防线每隔1000米都会有一座暗塔，用于对付鬼巢中的大鬼，单体威力极大。江北防线必须拥有这种单体威力极大的炮塔，否则无法应对鬼巢里的大鬼。只是我们7号防线没有建筑师会打造暗塔，以前都是永业店那边派人来打造的，我想想看有没有什么办法。陈凡有些面色古怪地打断了七老的思索。那个七老，有的，江北防线是有单体威力极大专门应对大鬼的炮塔的。哪呢？就是这个是神炮啊！七老愣在原地，有些茫然地抬头望向江北防线深处，一座座是神炮整整齐齐摆放在城墙上。是神炮是用来杀大鬼的，是神炮，都叫是神了，不能是杀小鬼的吧？那你拿什么清鬼巢呢？诺，是神炮，单体威力极大的炮塔怎么清鬼巢？它有个特殊效果，是伤害可以溢出，清鬼巢效果很不错的。陈凡有些惋惜地望向四周，可惜雨季过去了，不然可以给你看看效果。七老有些茫然地僵在原地，望向那一座座是神炮，这种级别的炮塔，他们7号防线每隔1000米一座，这里每隔20米一座，大鬼来了都得猛逼。七老面无表情地沉默在原地，深吸了一口气后，才转身远眺海边，有些恍惚地呢喃道：“陈狱主，江北防线甚至算不上是次要防线，这里海底的鬼巢实力不算太强的。其实你不用以永业前线的标准来打造江北防线，他现在完全不担心江北防线沦陷了。沦陷？笑话！江北防线除了城墙等级比他的7号防线低1级，其他各个方面都要强于7号防线。7号防线沦陷，江北防线都沦陷不了。甚至他觉得他们应该换一换，让江北防线去守关东平原，他们来守江北。他本想着樊玉毕竟没经历过鬼巢来袭，纸上谈兵打造的防线可能会不实用。来了之后发现，樊玉确实是纸上谈兵，就是给自己的敌人假想的太厉害了。纸上谈兵能谈成这样，也确实令他有些懵逼，是吗？陈凡同样站在江北防线，远眺海边，轻声道：“他刚才有一句话没说，那就是谁也不知道雷雨海域什么时候会突然碎裂。那里所囚禁的鬼物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自从他看见新大陆那10级城墙都沦陷后，他就觉得自己不够强，应该再强点。”随后二人边聊边沿着城墙慢悠悠走着。片刻后，陈凡将七老送至高铁上，目送这辆高铁渐渐驶远后，才独自一人走上江北防线的城墙上，站在城墙上远眺海边。停顿半晌后，他意念一动，一根由白色线条组成的铜管突兀浮现，在凝实的瞬间朝地面落去。他手疾眼快，将其握住，并高举在空中，将其转换成虚幻状态。处于虚幻状态的铜管稳稳当当的悬浮在半空中。陈凡思索着，将手在处于虚幻状态下的铜管间来回穿过，就像不是一个维度一样，完全无法触碰到。这种情况下的铜管是连一点负重能力都没有的，可以说任何攻击都无法伤害到这根铜管。虚幻可以说是防御的最高境界，但有一个建筑可以和这根铜管产生交互作用，那就是满级吊篮。吊篮是可悬浮在任何建筑的表面，哪怕铜管处于虚幻状态，但只要是建筑就可以交互。因此他脑海里隐隐浮现出一个计划。1个时辰后，樊玉港口，樊玉战阁数十个成员在听到召唤后快速赶到港口。而当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映入眼帘的是一根巨大的通天柱，孤零零地安置在荒原上，足足数百米高，10几个人张开双臂都无法抱住，没有和旁边那200多根通天柱摆放在一起。除此之外，还有8根平行且漂浮在半空中的虚幻铜管，在虚幻铜管上安置着8辆高铁，一眼望去就像是空中平台一样。狱主带队前来的周末一路小跑至陈凡面前，陈凡轻点了下头，指了指那根刚打造出来的1级通天柱，示意道：“
带上战阁成员，将这根通天柱推倒，最好能精准落到那个平台上。他想尝试着看看能不能将通天柱送到雷雨海域去。这么大个资源无法开采出来，实在是令人有些太心痛了。倘若这个计划成功，那他便有了初步支援永夜前线的资格，以及若是7号防线突然迎来危机，他也可第一时间支援，不至于让7号防线沦陷。满级或者6级通天柱的威力如何，他具体不清楚，但他觉得不会比江北防线上如此之多的是神炮同时开火威力强。主要的优势在于战略性，那种可快速支援较远区域的手段。这玩意儿飞在空中的速度，可比高铁的速度要快多了。没问题，周末极其自信，当即便望向自己带来的数十个战阁成员，大步朝通天柱走去。足足30-40多号人，全是武王。很快，数十个武王站在通天柱的周围，在怒吼声中开始齐齐用力，灵气涌出，双臂脖梗处的青筋也陡然暴起。只见通天柱开始隐隐颤动，已被撼动。在数十息后，通天柱稳稳当当的坐稳在原地，那几十个武王则是气喘吁吁的坐在地面，满头大汗。废物啊！陈凡轻叹了一口气，这武王也太废了，看来得控制下波给战阁的鬼石了，感觉有些全白瞎了。狱主周末一路小跑至陈凡面前，有些喘气着羞愧道：“这通天柱有些太重了，如果让我乘坐非洲和通天柱平行，从通天柱顶部去推的话，应该可以推得动。算了。”陈凡摆了摆手。下一刻，江北防线上的数门式神炮缓缓调转方向，炮口瞄准那根巨大的通天柱，白色纹路瞬间被点亮。数门式神炮瞄准通天柱齐齐开火。轰轰轰！猩红色的能量光球重重轰在通天柱上，通天柱的表面顿时溅起无数碎片，但在强力的冲击波下，通天柱也开始缓缓倾斜，在超过一个角度时，重重砸向地面，轰，溅起大量灰尘。当灰尘散去后，陈凡走至通天柱下方，望向这根横躺在荒原上的通天柱，面板显示这根通天柱已被破坏，无法继续储能，而那空中平台上的吊篮则是被瞬间压碎，尸首无存。通天柱穿过虚幻状态的铜管，重重砸在地面上。陈凡眉头微微皱起，思索着，现在看来，想要将通天柱运往雷雨海域，有些不太现实。吊篮承重能力太弱，但又是唯一一个可以和虚幻状态下的铜管产生交互的建筑，这玩意儿有些太重了，这条路有些行不通。半晌后，他大步朝港口海底隧道入口走去，他准备去新大陆一趟，亲自去看看那雷雨海域。既然无法将通天柱运到雷雨海域，不如去看看能不能尝试着将雷雨海域的闪电引至繁域。数个时辰后，陈凡抵达新大陆，刚走出站台，便看见王麻子正满脸焦急地守在站台出口的地方，第一时间大步迎来。狱主，听瘸猴说你要去近距离看下雷雨海域，有什么事儿让我们去做就好了。雷雨海域太危险了，万一被卷进去，几乎是必死无疑。我从雷雨海域里活着出来了2次，我肯定能再活着回来的第3次。不用。陈凡绕过王麻子，大步朝前走去，轻声道：“你跟我一起去，我们不用太靠近雷雨海域，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去查看。”乘坐海船出海，3艘海船离开新大陆港口，浩浩荡荡朝雷雨海域进发而去。一段时间后，陈凡站在海船甲板上，近距离望向面前那雷雨海域，约莫数百米远。此处海浪已经极大，船身都在剧烈摇晃。他望向面前的场景，沉默着没有讲话，只有亲眼近距离目睹了雷雨海域，才能得知当时王麻子带着商阁成员从雷雨海域里打的来回是一个多么不可能的事情。那是一个奇迹。雷雨海域上空覆盖着厚厚一层黑云，无数闪电在黑云中不断闪过，并劈向海面。而在翻涌的海水中，能依稀看见无穷无尽的鬼物被困在这片区域，痛苦哀嚎着，宛如地狱般的场景。你们有尝试飞过雷雨海域吗？从空中，陈凡抬头望向雷雨海域的上空，试过了。王麻子摇了摇头。根本不行，雷雨海域上空那黑云拥有极其厚重，我们尝试越过那片黑云，但在靠近时，非洲消耗鬼石的速度突然开始快速暴涨，瞬息间便消耗了数万枚鬼石。幸好我们携带的鬼石多，否则可能当时就鬼石耗尽，坠入雷雨海域。但就算携带的鬼石再多，可能也难以穿过。越靠近雷雨海域，鬼石消耗的速度就越多，且还有一种极强的引力从海底传来。陈凡听见这个回答倒是没有太多意外，毕竟有部分鬼物是有飞行能力的，若是雷雨海域会飞就可以跨过，那这个雷雨海域也就没有那么令人骇然了。一眼望去，雷雨海域根本看不见尽头，像是囚笼般将这个永夜大陆笼罩进去。他望向身后距离他最近的一座海岛，能清晰看见有一座数百米高的通天柱正稳稳当当摆放在那座海岛的边缘位置，这是他刚才路过那座海岛打造出来的。今日他要做一个实验，尝试能不能将雷雨海域的电导出来，并且引到那座通天柱里。第一步，先试探那些材料能够承受住雷雨海域里的雷电。这里面的雷电和平日雨季的雷电虽然外表看起来都差不多，但显然不是一种东西。这里的雷电会更加狂暴，极其频繁，且在海船试探性的一点一点靠近后，他依稀看见有一道闪电直直轰在鬼物头上，但那头鬼物仅仅发出痛苦的嘶吼声，身上却没有任何伤势。在距离差不多足够近，并确保不会被卷进去之后，陈凡从怀里掏出一堆材料，交给旁边的跟着他一起来的战阁成员。武王修为，首先是鬼石。这个战阁成员从怀里掏出鬼石，用尽全力径直朝雷雨海域扔去。刚进入雷雨海域，尚未落下，一道闪电便重重劈至鬼石上，鬼石当即4分5裂。好吧，陈凡撇了撇嘴，他还想着说不定鬼石可以的，毕竟这么多鬼物脑袋里的鬼石看起来都完好无损。铜管投掷而出的铜管再次被一道闪电劈碎，铁管繁育令牌
吊篮，一件件可能用来导电的东西，都由身旁这个武王修为的战阁成员用力投掷进雷雨海域里。但无一例外的是，都被闪电劈至粉碎。而且这雷雨海域里面好像有什么机制一样，一旦有新东西进入，就会引来闪电。麻子，陈凡面色古怪的偏头望向王麻子，你当时究竟是怎么穿过雷雨海域的？那闪电没劈你？没有。王麻子摇了摇头，同样有些不解的迟疑道，可能是我这辈子没发过什么誓。你发了，第一次雨季里你发了不少誓。那可能就是我没违背过誓言。算了。陈凡站在海船甲板上，身子随着海船一同摇晃在海面上，思索了半晌后摇了摇头。看来无论是将雷电引到梵域，还是将通天柱运到雷雨海域都不现实。先不说别的，目前为止他没有任何材料可以承受得住雷雨海域里的雷电洗礼。先去新大陆看看星火燎原计划进行的怎么样。就在这时，狱主身旁的战阁成员从怀里掏出一柄大刀，试探道：“要不试试我这个？”陈凡眉头轻挑，望向战阁成员手里这柄大刀，通体地金而制。原先是只有暗阁成员才拥有通体由地金制造的匕首，倒是忘了这个。试试。是。战阁成员深吸了一口气，将手里地金制成的大刀重重朝雷雨海域里扔去。进入雷雨海域的一瞬间，一道闪电就瞬间从黑云中激射而出，重重劈在这柄大刀上。但这次不一样的事情发生了，在被雷电命中后，那柄大刀瞬间通体绽放出极亮光芒，但并未碎裂。但紧接着，令人震撼的一幕发生了，雷雨海域像是被激怒一般，数百道闪电在电闪雷鸣宛如末日般从黑云中激射而出，重重劈在那柄大刀上。如此恐怖的攻击依旧未对那大刀造成任何损害，直至那大刀从空中坠入海里，闪电才不再出现。陈凡望向眼前一幕，微微一愣，他好像找到可以承受雷雨海域里闪电攻击的材料了。地精，现在就看地精能否传递能量了。他从怀里掏出传音符，呢喃着：“赵生平，起床干活了，去找王奎拿一批地精，给我编制成一个长大概7公里的绳索，越快越好，通过高铁运到新大陆来。”很快，一夜过去，当第二天天亮后，陈凡收到了从梵域送来的那根长达7公里的绳索，通体由地精编织而成。陈凡再次带着王麻子等人乘坐海船，来到了他们昨天打造了一座通天柱的那个海岛。这次主要是以实验为主，先不考虑如何布置，他将这根绳索一端牵引在通天柱上，又拉着绳索的另一头开始靠近雷雨海。伴随着海船驶远，这根由地精打造的绳索缓缓沉入海底。当靠近雷雨海域时，那个负责出苦力的战阁成员在绳索尽头绑上一块石头，深吸了一口气，用力朝雷雨海域扔去。当绳索的另一端进入雷雨海域的一瞬间，闪电如期劈下。那几乎在瞬间，陈凡等人已经操控海船快速离开地精绳索的范围。这根由地精编制而成的绳索通体瞬间绽放出刺眼强光，而与此同时，陈凡看见了安置在海岛上的那根通天柱顶部也开始散发白光，那是正在储能的征兆。不过又很快散去。当扔进雷雨海域里的绳索那一段坠入海里后，闪电便不再劈下。但陈凡笑了，笑得很开心，他好像已经看见了漫天梵域巡航导弹在永夜大陆上空胡乱飞舞的场景。实验完毕，可以充能。陈凡回到那座海岛上，望向通天柱面板上微微上涨的充能镜，从怀里掏出传音符，绝猴听命，找到魏魏，告诉他这是安排给梵域授格的第一个任务。梵域需要大量地精，让他带着那批猴子以最快速度前往那座深坑，开始大肆开采地精。运来的地精全部送到梵域。赵生平听令，带着你那群炼器师准备开始干活。我需要一根极长的地精绳索，上千公里长，新大陆会为你提供补给支持。在一道道命令传下去后，陈凡才收取传音符，望向不远处那黑压压一片的雷雨海域笑了起来。偷点电不介意吧？反正你看起来电很多的样子，你也用不完，不如给他匀一点，他挺需要的。他要在雷雨海域和梵域之间建立一道生命线，一道可以传送雨季雷电的生命线，一道可为梵域通天柱快速储能的生命线。而这条生命线不走海底隧道，走空中，他会在空中打造一条极长的虚幻铜管，再在铜管打造一条满级吊篮，充当基层，再将这根由地精编织而成的绳索铺在基层上面，生命线便可成。而从空中落入雷雨海域的绳索只会悬浮在空中，不会坠入海里。不久后，陈凡回到了梵域，并且乘坐非洲飞在空中，在距离地面数百米的空中开始铺设虚幻铜管，1根、2根、3根。陈凡一点累的感觉没有，反而有些不知疲惫的在空中打造一根又一根虚幻铜管。时间流逝，2个月就这样过去了。这一日，终于迎来了生命线铺设完毕的那一天。陈凡站在非洲甲板边缘上，望向面前不远处的雷雨海域和身后那条悬浮在空中不见尽头的半透明虚幻铜管，一股自豪感油然升起。这是他这2个月来忙活出来的结果。就在这时，一辆极长的高铁从虚幻铜管尽头快速驶来，宛如从9天之上驶来的高铁般，行驶在距离海面数百米的高空中。高铁很快停在了虚幻铜管的尽头，而在高铁最前端，则是一卷缠绕在一起的地精绳索。这辆高铁极长，覆盖了整条虚幻铜管，消耗了他不少鬼石，充当基石的效果。身旁的战阁成员从非洲爬上高铁，拿起那卷绳索，从空中用力朝雷雨海域扔去。很快，绳索进入雷雨海域，并彻底没入海底。而那个战阁成员也在同一时间跳到非洲上。这些日子他们测试过了，地精导电效果确实不错，而一旦处于导电状态，那根由地精编织的绳索就不能用手触碰了，会死人的。陈凡从怀里掏出传音符，望向那节彻底没入海里的地精绳索，联系到梵域。长了，往回拉一点。话音落下不久后，铺设在基石上的绳索就开始缓缓朝后方移动，再拉点，拉，继续，好，停。
一切都完美了。陈凡站在非洲甲板上，望向那节飘荡在雷雨海域半空中正不断被雷电轰炸的地精绳索，又望向那条上千公里虚幻铜管上的地精绳索，此时正绽放出刺眼白光，神情恍惚地呢喃着。他在想一件事情，他不知道雷雨海域存在多久了，但他很想知道他是不是第一个从雷雨海域偷到电的人。返程，陈凡笑了起来。非洲快速掉头朝永业大陆飞去，虽然已经2个月没有好好歇息过了，但此时他完全没有一丝想休息的想法，而是快速降落至港口。落在港口后，能清晰地看见一条通体绽放刺眼银白光芒的地精绳索从空中落在地面，宛如银河落九天般。这根从空中虚幻铜管轨道落入地面的地精绳索，并不是随风飘荡，陈凡专门做了根竖着的虚幻铜管轨道来固定这根绳索。这根绳索一路延伸至地面，而在地面上有数百根地精绳索四处散去，通向那一根根通天柱。此时，那数百根铺设在地面上的地精绳索都是处于暗淡状态，而王奎、赵生平等日也带着自己的人围在了附近。电路还未正式相连，那数百根和通天柱相连的地精绳索最终汇聚在一节高铁车厢上，而那从雷雨海域引来的地精绳索终点也是地面的一节高铁车厢上。陈凡意念一动，两节相距不远的高铁车厢瞬间贴合，下一刻，那数百根地精绳索被齐齐点亮，褪去原有的暗淡，大量雷电能量沿着地精绳索朝通天柱涌去，数百根通天柱在非雷雨天气中纷纷闪烁白光，开始进入充能。望向眼前这一幕，陈凡笑得很开心，周围王奎、赵生平等一众凡域成员也兴奋地高吼了起来。如果说一开始他们不知道狱主要干什么，但当干了一半后，他们也渐渐猜出来了狱主的计划。如今那数百根进入充能状态的通天柱，意味着狱主的计划成功了，凡域的底蕴又得以增强。此时已经近黄昏，在一众凡域成员的兴奋高吼声中，陈凡也笑得很开心，望向旁边那两辆对接在一起的车厢，这是他做的一个开关。当这两节车厢断开链接时，末尾那数百根地精绳索便会断开导电，这样可以方便接入更多的精绳索。他最终还是没有将通天柱运到雷雨海域去，但他将雷雨海域运到凡域来了。他走向那群通天柱，开始查看面板，就这样看了足足半个时辰。半个时辰后，他得出来了结论：雷雨海域的雷电果然不一般，充能速度比以前快了不少。原先需要足足在雷电洗礼下持续3年才能充能完毕的满级通天柱，如今只需1年，而且他隐隐感觉威力可能会更大。毕竟雷雨海域里的那雷电明显比日常雷电看起来威力要大得多。6级通天柱原先需要充能90日，现在只需30日，30日便能充满一根6级通天柱。一个战略性的武器，在这条生命线的补给下，快成为日常武器了。而他也终于可以看看6级通天柱的威力如何。可惜，陈凡微微有些遗憾，新大陆那边的星火燎原计划消耗了凡域大量鬼石储备，暂时不足以打造更多通天柱储能，需要先等星火燎原计划完毕的。不过也要不了多久了，预计今年雨季前，新大陆那边的星火燎原计划就能彻底铺设完毕。时间飞逝，9天后是凡域6级通天柱第一次试爆的日子。这一天，7号防线迎来了客人，陈凡带着王奎、赵生平、瘸猴、王麻子等一众凡域核心人员暂时放下了手中的所有工作，抵达7号防线。早已收到消息的七老早已在站台上等候着，只是在看到这一幕后，还是有些茫然。陈狱主，七老走至陈凡面前，望向那一众凡域核心人员，有些迟疑的试探道：“这是倾巢而出啊！”没事儿，陈凡乐呵呵地望向七老，过来支援下7号防线。支援？七老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这又不是雨季，就每天晚上那日常鬼潮，7号防线怎么可能守不住？陈凡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樊玉新推出了一个东西，我给其命名为樊玉巡航导弹，找个地方试试威力。樊玉鬼物太少了，来你这7号防线试试。懂了，这回七老听明白了。7号防线的城墙上，永夜降临，如墨般的黑暗瞬间笼罩整个关东平原。与此同时，无穷无尽的鬼物嘶吼声响了起来，在嘈杂的炮火声中，鬼潮日常进攻7号防线。陈凡带着王奎几人登上7号防线的城墙，探出脑袋望向防线外那铺天盖地的鬼潮，思索了一会儿后，陈凡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才望向面前导弹发射面板，是一个俯瞰式的地图，双指不断张开，在地图快速放大后，他看见了7号防线以及那个代表他自己的绿点。现在他手指点向哪，便可轰向哪。不知为何，他内心突然有点像点向那个绿点的冲动，也不知会发生什么。不过他很快便将这个有些离谱的想法抛之脑后，手指点向绿点前方不远处。紧接着，远在樊玉的港口旁，一根矗立在地面上已经充能完毕的6级通天柱，在巨大的轰隆声中拔地而起，缓缓升空，并且不断碎裂，外壳快速脱离。当升至高空时，已经没有原先那数百米高的厚重外壳，仅剩下一个10几米高、较为细长的通天柱，尾部还在喷涌着惨白雷电。升至一定高度后，调转方向，在云层上空以极快的速度朝关东平原激射而去。1吸、2吸、3吸，在点下的那一刻，陈凡就开始在心里暗自计数，他需要评断下这个通天柱的具体速度。11吸、12吸、21吸。当他内心默数到21吸后，他听见刺耳的音爆声陡然从身后传来，且声音以极快的速度快速逼近。紧接着，一根近乎通体被惨白雷电所包裹的通天柱从天而降，刺穿黑暗，重重砸向下方那无穷无尽的鬼潮中。下一刻，天亮了，在7号防线前方，一个直径足足有近1000米的蓝白色太阳在海面上悍然绽放，刺眼的强光几乎瞬间让鬼火范围内亮如白昼，不，比白昼更亮。而在赤白的主基调中，无数道猩红电网炸裂开来，紧接着才是一道轰天巨响传入耳中。最核心的一头运气不好被命中的大鬼，几乎瞬间被吞噬，而周围那些鬼潮也被猩红电网快速席卷。
几乎在同一时刻，原本数不清朝7号防线发起冲锋的鬼雾，突然齐齐炸开，化作一朵朵幽绿色火花，一眼望去极其壮观。当爆炸渐渐结束后，海面上漂浮着一层焦黑且厚厚的鬼雾残渣，并隐隐升起水雾，由各种味道组成的刺鼻味道飘向陈凡等人。爆炸范围足足有上万米，具体有多少鬼物死在了这一次攻击，没人统计得出来，但肉眼可以直观的看到，原本如蝗虫般的鬼巢突然清空了一大片，极其显眼。陪同在一旁的七老僵在原地，望向7号防线外那迟迟没被填充满的空白区域，双眼茫然的愣在原地，良久后才神情恍惚呢喃着：“陈狱主。”这时，陈凡笑了起来，同样望向那片被瞬间清空的一片区域，嘴角带着笑意，轻声道：“樊玉巡航导弹，不过我给他取了个更好听的名字——天罚，只需付出一定鬼石，便可向樊玉申请天罚援助。这是6级通天柱第一次试爆，威力他很满意，比1级通天柱威力大了不知道多少倍。而这仅仅只是6级通天柱，如果是10级通天柱呢？如果是拥有天道赐福效果的10级通天柱呢？10级通天柱会拥有一个满级效果，威力大幅提升。所以10级通天柱比9级通天柱威力可不仅仅大在一个级别上，还多了一个满级效果。6级通天柱的威力比噬神炮要大，最重要的是可远距离支援，且可瞬间清空一片区域。在防线某处即将失守时，一发通天柱下去就能争取到足够修缮防线的时间。而跟着陈凡一起来的周末几人纷纷对视了一眼，都看见彼此眼里的兴奋和自豪。这是樊玉巡航导弹第一次正式试爆，完美落幕。走了，陈凡望向七老笑了笑，我回去还有事，就不多留了。樊玉的传音范围覆盖了江北4地和关西2地，如果需要支援，你直接通过传音符联系我就行。这种品级的天罚，在我们樊玉内部叫做6级天罚。以咱俩这关系，前3发6级天罚，我算你免费，3发之后就得给我一点鬼石了。毕竟这玩意儿打造出来可不便宜，还挺麻烦的。他有些感慨的唏嘘道，他花费了足足2个月才铺设好了生命线，在此之前，这玩意儿他自己都不够用，怎么可能支援别人？如今有了生命线，产能才增加了不少，就等星火燎原那边结束，就可以多储备一点通天柱了。陈狱主，七老此时还没完全反应过来，有些懵逼道：“这个天罚是从樊玉发射来的。”是的，当七老渐渐反应过来的时候，才发现陈凡几人不知何时已经离去了。望向关东平原，来时的那辆高铁已经快速朝关东平原激射而去。他长叹了一口气，摇了摇苦笑起来。这樊玉，他终于知道樊玉为什么要起名为樊玉了。从一开始，樊玉的目标就不仅仅只是在江北生存下去，而是放眼天下，否则不会起一个这么大的势力名字。在见识了樊玉这个天罚手段后，他基本上彻底放心了。7号防线短时间内应该很难沦陷了，日子就这样过着。此时已经是永业历381年8月1日，距离今年雨季已经没多远了。陈凡正在港口附近拄着翡翠手杖随意溜达着，这段时间不算忙，除了在新大陆忙碌的那批人之外，剩下樊玉核心成员基本都自己出门玩去了。忙了这么久，也该放松放松，他没去。比起出门玩，他更喜欢在自己这1亩3分地上溜达，然后时不时加一些新东西。比如陈凡驻足在原地，神情满意的望向港口附近不少石榴树，此时已经开花，红艳艳的，颇为好看。他种了不少树，这样可以让樊玉显得不那么光秃秃，可以很好的点缀。他觉得挺不错，很好看，全是从江南移植来的。这段时间每天都有不少刚从土里挖出来的树移植到樊玉来，又能开花还能结果，他觉得这种树最好，又好看又好吃。都溜达到这里了，自然要去看看那批通天柱。他走到矗立在地面上数百根通天柱面前，挨个查看储能面板。在视察完通天柱集群后，他继续朝远处溜达而去。没多久，溜达到无名山后山的陈凡望向这里的加工厂，旁边堆积着大量鬼物尸体，这里有不少樊玉成员正在处理鬼物尸体，将有用的鬼骨鬼才收集起来后，尸体放置一旁，时不时还能发现几枚鬼石异宝之类的，全都统统入库。这段时间，樊玉一直在从7号防线采购鬼物尸体，采购了不少，而采购来的鬼物尸体全都堆积在这里，在经过2次加工后，会送往祭塔。祭塔一个献祭鬼物尸体，便可获取特殊资源的建筑。陈凡走至面前这座小巧的祭塔面前，望向祭塔面板，大量鬼物尸体正源源不断的化作液体，完全涌入祭塔内，从而消失不见。99921 100万献祭点，当本次献祭完成，可获得一件黄色品级的特殊资源，再差一点就可以获得一件黄色品级的特殊资源。片刻后，进度条突然被填满，眼前这座祭塔外表第3层的颜色突然变成淡黄色，内部发出机括转动声，并且祭坛顶部突然弹起，流露出摆放在里面的一个东西，一枚看起来极其简陋，丢在路上都无人会捡的石头。陈凡笑了起来，甚至他还没看面板就知道这是什么异宝了。果然，不出意外，又是一枚天道石，挺好。与此同时，祭塔面板上的信息也开始发生缓缓变化，黄色品级的特殊资源已经耗尽，不可再通过献祭获得该品级特殊资源。122亿万献祭点，当本次献祭完成，可获得一件蓝色品级的特殊资源。接下来就只能通过献祭获得蓝色品级的特殊资源了，价格也重置了，重新回到了1万献祭点。不错，陈凡将天道石塞进怀里，乐呵呵的坐在一旁等待着。他要等在这里看看第一个蓝色
品级的特殊资源会是什么？反正就1万献祭点，以这里加工仓的效率，很快的。要不了多久，以及他得好好想一想，这一枚天道石用在哪里？老实讲，他有点想直接砸在祭塔上，但想了想，还是砸在最重要的建筑上吧。樊玉目前有不少满级建筑，得认真考虑下。关西平原最东边连绵山脉中的一处缺口，此时这里人头攒动，人来人往，一道明显崭新的防线矗立在这里。这是新打造的黄泉口防线。这道防线的主要作用就是，当江北和关东平原沦陷时，可以将登陆的鬼巢拦在黄泉口峡谷外。雨季即将降临，这道防线也开始加快准备。黄泉口防线的负责人，一个体型壮硕的中年男人，此时正站在城墙上，面色复杂的望向前方广袤的关西平原，一片空旷，不见一人，宛如一片死寂之地。已经接近雨季，依旧未等来撤至后方的7号防线，说明戚老是真的打算死守7号防线了。良久后，他才轻吐了一口气，低声呢喃着，希望戚老能挺过今年的雨季吧。永业殿那边已经无力再支援7号防线了。就在这时，身旁一个女人突然不知何时走到他身后，轻声道：“永业前线那边传消息过来了，原本在去年雨季失去的3号前线和4号前线，上个月又重新夺了回来，而且还活捉一个在鬼族里地位不小的鬼皇3000帝，目前正在和鬼族交涉，想用这个3000帝将那位换回来。”那位中年男人眉头微微紧皱，自从前些年那位中了鬼族的圈套被囚禁起来后，就已经很久没见过那位露面了。倘若那位露面的话，江北又岂会沦陷？鬼族那边答应了，不知道，还没有具体结果传来，但从那个鬼皇3000帝嘴里问出来了不少东西，其中一个消息令永业前线上下全体都极其振奋。据说在上次雨季里，3号前线和4号前线之所以会相继沦陷，是鬼族拼上底蕴发起的一次冲锋。如今鬼族久久攻不下，损耗又极大，或许要不了多久就会战败了。真的？中年男人眼睛亮了起来，真真假假吧？女人摇了摇头，鬼物嘴里的话不能全信，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鬼族那边也不好受。或许对于我们来讲是逆风，但对于他们来讲也是逆风。那谁顺风呢？没人顺风，都是逆风。女人没再讲话，只是偏头望向关西平原深处，沉默着，久久没有讲话。永夜如往常一样从天边快速席卷而来。时间来到永业历381年10月底，陈凡站在江北防线的城墙上，视线越过江北荒野，望向远处渐渐暗下来的天空。雨水带来的凉意让他此时格外清醒。当今夜夜幕降临时，今年雨季也会随之开启，而明年雨季海底鬼巢就要登陆了。他站在原地望向远处，沉默着，久久不语。他在不断思索还有哪些准备没有做好，好像已经足够了，但又总感觉还不太够。就在这时，王奎举着油伞从一旁走来，走在陈凡身边，伞沿遮住了陈凡头顶，低声汇报道：“狱主，外面风寒，不如先回屋。”风寒？陈凡摇了摇头，轻笑了起来：“你忘了我们在第一次雨季的时候，那时候连个斗笠雨衣都没有，可是天天淋雨干活的。走吧，回去了。”他也没再多说什么，只是转身朝城墙下走去。临走前，他看了眼摆放在城墙根脚下的噬魂雕塑，轻笑了一声，摇了摇头。在数月前，他从祭塔里获得了一枚天道石，那是樊玉所获得的第4个天道石，他最终用在了噬魂雕塑上，一个可以大幅减少附近城防建筑弹药消耗的辅助性建筑。思绪渐渐飘远，他又隐隐想起了那日所看见的那则面板。你对噬魂雕塑使用了天道石，获得了3个天道赐福效果，请在百息内任选其一。一个建筑仅能拥有1个天道赐福效果。1. 天道赐福效果，但无虚发，提升范围内城防建筑的准头。2. 天道赐福效果，王之领域，提升范围内城防建筑的射程，可突破鬼火限制范围。3. 天道赐福效果，弹尽粮绝，当暂无鬼石为范围内的城防建筑提供能量支撑时，可继续持续开火3个时辰，之后噬魂雕塑和范围内的城防建筑一同碎裂。他最终选择了第3个天道赐福效果，弹尽粮绝。他不需要准头，也不太需要射程，相比之下，第3个要好点。虽然只能在弹尽粮绝的时候持续3个时辰，但就是这3个时辰，基本上也就能再扛过一晚。多了一波容错。重新回到无名山1号洞穴的陈凡，再次如往常一样坐在城墙上，听着耳边王奎的汇报。狱主，王奎望向手里的小本本，低声道：“这1年里，樊玉稳步发展，多个工程都在有条不紊的推进。新大陆星火燎原那边基本上已经进入尾声了，预计雨季结束后就可彻底铺设完毕。”陈凡坐在摇椅上轻点了下头。星火燎原这个工程总算结束了。简单汇报完毕后，王奎便走下城墙，陈凡一人继续独自坐在城墙上。夜幕于此时正式降临，如融化黑巧般的黑暗从天边袭来，快速将整个世界笼罩进去。他低头望向手里一直把玩的一个小物件，一个琉璃把玩剑，一个小人，外貌有他3分像，看起来就像是民间方式里售卖的小玩具。这是他从祭坛里通过献祭获得的一个蓝色品级的特殊资源。特殊资源有很多种，有可能是鬼石，有可能是异宝，也有可能是建筑蓝图等等。这1年了，他通过献祭共获得了4件蓝色品级的特殊资源，前2个和最后一个都是鬼石，总共获得了3000万枚鬼石，数量并不少，但并不是他特别想要的，反倒是第3件运气不错。异宝名称：琉璃人偶，异宝品级蓝色，异宝效果：滴血认主后，当你遇到必死危机时，可帮你挡下这一劫。一个护身类的异宝，自从获得这个异宝后，他就一直随身携带，而且把玩手感也确实不错，成了他的手把剑。虽然他已经有护身异宝了，但护身异宝这种东西没人会嫌多，更何况伴随着樊玉不断发展，翡翠手杖也有些渐渐不够用了。别的不说，他可以确定一点，那就是手持翡翠手杖绝对扛不住满级式神炮的狂风乱炸。陈凡靠在椅背上，望向洞穴外，不知何时已经从淅淅沥沥小雨变成狂风暴雨的天气，伸了个懒腰，感受着清凉雨意，慵懒的在摇椅上找了个舒服的姿势。
就在这时，他脑海里深处的永夜领主面板突然开始不断闪红，并弹出一则面板：你已经将一片大陆所有区域点亮鬼火，获得特殊奖励君临天下。你已经将一片大陆所有区域点亮鬼火，获得特殊奖励君临天下。你已经将一片大陆所有区域点亮鬼火，获得特殊奖励君临天下，请即刻前往该大陆领取奖励。陈凡微微一怔，随后没有丝毫犹豫，从椅子上蹦起来，大步朝停靠在城墙下的繁玉高铁走去。他从未见过永夜领主面板如此高频的弹出一则面板，但他消耗了足足30多亿枚鬼石去打造出的工程，终于要完工了。到了收获的时候，狱主。这时，王奎有些急促的从一旁冲了过来，手里还捏着一枚传音符。新大陆那边传信说星火燎原工程提前完工了，我刚收到消息。狱主知道了。陈凡摆了摆手，没有丝毫停留。你留在繁玉守家，我去新大陆一趟。说罢，停靠在城墙口的那辆繁玉高铁，很快在雨幕中疾驰在江北荒原上，很快便消失在港口。新大陆已入夜，本来已经到了休息的时刻，但今夜新大陆1号据点所有核心人员都聚集在调度室内，神情亢奋，眼里一点睡意都没有。摆放在调度室中央的那个天眼沙盘上，此时一眼望去，密密麻麻的黄色光点有规律的铺满了整个天眼沙盘。绝侯神情极其亢奋，不断扫过天眼沙盘上的每个细节，生怕漏过一个区域。他已经通知樊玉了，少爷正在赶来的路上。1年，樊玉这1年的时间，几乎所有力量和资源都投入在了这件事情。星火燎原，在此之前，这座屋子里的所有人都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可以完成一个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可以将鬼火铺满一整个大陆。但他们做到了，他们真的做到了这个堪称奇迹一般的工程。不知过去了多久，屋内的亢奋依旧久久没散去，而人群中突然传来一道狱主快到了的声音，众人顿时纷纷冲出调度室，朝站台冲去。恰逢此刻，陈凡所乘坐的那辆繁玉高铁驶入站台。当陈凡走出高铁，真正站在这片大陆上的那一刻，奇迹发生了。新大陆1号据点，无数人发疯一般的涌出城，临走前还不忘将还在睡梦中的同伴叫醒。各个后勤站点、海岛上的监测人员也齐齐走出屋子，正在原地抬头望向空中那堪称震撼的一幕。当陈凡的双脚落在这片大陆上的那一刻，安置在新大陆上包括那数百个海岛上，总共169988座满级鬼火，像是受到了感召般，突然爆发出刺眼金黄光柱，没入天空，近17万满级鬼火笼罩了整个大陆，让整个大陆亮如白昼。这或许是这个新大陆有史以来第一次如此透彻，但在高空之上，却依旧被无穷的黑暗所笼罩。那个覆盖了整个新大陆的黑夜，像是没有尽头般，依旧笼罩在新大陆的上空。但在近17万座鬼火所爆发出来的金黄光柱直直没入天空时，黑暗在退去，光柱不断快速上升，所过之处的黑暗皆被快速驱散，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直至轰！一道隐隐宛如开天辟地巨大的声音响彻在所有人耳边，他们好像听见了一个巨大的气球被戳破的声音。新大陆上空的黑暗被彻底驱散，他们看见了，他们看了在那9天之上的漫天繁星，他们看见了在那9天之上的一抹月光，他们看见了这方天地的真正模样。没有一人讲话，所有人都呆呆的正在原地看着这一幕。这是他们自出生以来第一次看见满天繁星，第一次知道了古籍里那些关于星星的诗词是何种意味。这种震撼感令他们下意识屏住呼吸，仿佛眼前的都是错觉般，生怕一个不小心，眼前所看见的一切便如同镜花水月般消散。陈凡站在新大陆1号据点的城墙上，同样有些神情恍惚地望向这一幕。他此时甚至都忘却了君临天下的奖励，甚至都忘记了自己来新大陆是干什么。眼前的动静和规模都已超过了他生平所见。这个奖励并不是一个只有他一个人能看到的面板，而是所有人都能看到一场震撼画面。那17万道金黄光柱在驱散了所有黑暗后，继续不断上升，越来越高，最后在视线尽头反复汇聚成了一道金黄光柱板，直冲9天之上。下一刻，17万道金黄色光柱猛地炸开，彻底碎裂。新大陆迎来了它的雨季，一场金黄色的大雨，1万颗雨滴从9天之上均匀地洒向整个新大陆，洒在所有繁育成员身上。在众人看不见的地方，上古战场所留下的数十条深达1000丈、涌动着混沌恶臭气体的裂纹开始快速生长合拢，伤口处流淌出银白泉水的瀑布和河谷，虽依旧保留嶙峋的轮廓，却褪去了戾气，覆盖上了苍翠紫黑色的毒土。在金色雨水下，重新化作包含灵气的肥沃土壤，无数柔嫩的绿芽破土而出，就连那些河水也在雨水落入的瞬间，从源头处开始变得清澈可见。原本有些疲惫的繁育成员，在金色雨水落在身上时，身上的疲惫瞬间消失不见，并且一些暗疾等也被瞬间修复。少爷，少爷！站在陈凡身后的瘸猴低头望向自己那已经可以站得笔直的腿，眼眶瞬间通红，颤声道：“我不瘸了，不瘸了。”一些原本有些断肢的繁育编外成员，此时在断肢处也重新长出了新的肉芽，不一会儿竟然断肢重生。而一些年龄较大的繁育编外成员，此时头顶的银发突然根根转黑，脸上的皱褶也消散不少。吼！那是微微的吼声。微微正神情兴奋地在金色雨水里不断打滚，身上的鳞甲正在不断脱落，并快速长出一片泛着金黄色的鳞甲。这是一场洒向整个新大陆的金色大雨。站在城墙上的陈凡望向眼前这一幕，突然笑了起来。他终于知道君临天下的奖励是什么了。正常来讲，要想在一片大陆上布满鬼火，
肯定是将鬼物彻底打走后才能完成的。那时候，这场金色大雨会修复这片大陆上所有被破坏的山河，会修复所有人的伤势，会为所有人延寿，宛如胜利金色大雨般，给这片饱经战火的大陆带来新生。这场金色大雨应该是在一场大战后的结尾所落下的。而除此之外，他望向灵魂深处，永夜领主面板上弹出的那则面板。若说这场金色大雨是给整个大陆的奖励，那则面板就是给他的奖励，二者合一便是君临天下。你已经将一片大陆所有区域点亮鬼火，获得特殊奖励君临天下。在接下来的3年里，这片大陆将会不断汲取永夜能量，形成鬼泡，土壤肥沃。在3年内，这片大陆将不会被鬼物侵袭。站在城墙上的陈凡望向远处，静静地看着这场金色大雨。他终于知道为什么当初那株问天香会说，如果有足够的时间，那就值，否则就不值了。君临天下真正的奖励，就是当一场大战结束后给予的3年和平安定期。在这3年内，这片大陆可快速发展，恢复往日繁华，并且不会受鬼物侵袭。他不知道形成的鬼矿数量会有多少，但他可以确定，不是一个小数目。值吗？他觉得值了。至于现在最重要的是，他从怀里掏出传音符，通过安置在海底隧道内的信号塔联系上了王奎，即刻带着所有繁育成员全部前来新大陆，速度要快。这场大雨可以延寿，修复暗疾是一场大机缘，势不可得。他不知这场金色大雨会持续多久，但还是先让繁育成员都来了再说。至于江北防线完全可自动化运作，寻常雨季也无需太多人守在繁育。在这道命令下达下去后，繁育开始动了起来。一辆辆高铁载满繁育成员，快速驶向海底隧道。这是很多繁育成员第一次踏进海底隧道。新大陆在繁育一直是最高机密，虽然很多繁育成员都隐隐猜到一些，但毕竟无人亲眼见证过。在吩咐完这一切后，陈凡才继续站在城墙上，望向这场金色大雨。这场金色大雨本应在击退鬼潮、收服所有大陆后才能降下来，3年的安全期，这意味着哪怕击退鬼潮，在这片茫然大海上还有更多敌人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这3年的安全期或许才是最大的奖励。有很多敌人吗？他望向远处海面上那数百个被鬼火点亮的海岛，呢喃着，那就来吧。3年，他能感觉到，当自己获得了君临天下这个奖励后，他和新大陆隐隐产生了一种联系。比如他现在能依稀感觉到，原本因失去天道正在不断溃散的大陆，此时那些缝隙正在这场金色大雨下被快速修复。换句话说，这座大陆在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再崩溃了，这里将会是他们的大后方。2个时辰后，繁育成员陆陆续续赶来，走出站台便看见了这场笼罩了整个新大陆的金色大雨，并且看见了空中的满天繁星。那场从繁星中落下的金色大雨，所有繁育成员都表现得极其亢奋，他们能明显的感觉到自己身上的暗疾全都恢复。留在繁育里的，除了繁育成员之外，还有繁育编外成员的家人等，此时也都一车一车的陆陆续续赶来，沐浴着这场金色大雨，为所有人延寿。1天1夜后，这场金色大雨渐渐停了下来，无穷无尽的黑暗再次笼罩在新大陆的上空，漫天繁星如往常一样被遮掩住。铺设在新大陆上的17万座鬼火已经齐齐碎裂，但新大陆整个大陆却被一个巨大的金色弹壳所笼罩。鬼火虽已碎裂，但鬼火提供的鬼火范围却保留了起来，并且合为一个。陈凡能感觉到，这个笼罩了整个新大陆的鬼火会持续3年，在3年内，新大陆不会遭受鬼物侵袭。虽然这些日子他本也没看见有什么鬼物侵袭，在永夜降临后，能看见有缕缕黑暗，如同墨水滴入清水那般，刺穿这个巨大的鬼火弹壳，落入新大陆地面地表，并渐渐形成一座鬼矿，无需挖掘，只需拾取即可。而这种自然生成的鬼矿会持续3年，在如此之多的资源加持下，繁育将会迎来更快的发展。这场雨季依旧如往常一样极其平淡，繁育所有核心成员也都安静地享受着这场雨季，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很有可能是他们最后的安宁时刻，也是他们度过的最后一场安宁雨季。就这样，1年很快过去，陈凡站在江北防线上，单手拄着翡翠手杖，望向远处波涛汹涌的死海。距离繁育获得君临天下奖励已经过去1年了。如今的时间是永业历382年10月底，距离今年雨季降临只有几日功夫。今年雨季将不是寻常雨季，将是那位气息消散、海底鬼潮登陆的时刻。长达170公里的江北防线矗立在江北海岸线上，不少繁育成员在其中奔波忙碌着，为鬼潮袭来做最后的准备。4年了，陈凡长吐了一口白雾。天渐渐凉了下来，比以往凉得更早一点。自从他来到这个世界也有4年多。4年前，他得知江北海底鬼潮即将登陆，这4年他一直为此在做准备。如今终于迎来了这一刻，繁育上下全都动了起来，齐心协力，就为了这一战。狱主王奎大步走至陈凡身旁，低头望向手里的本子，刚才已经派人检查过了，江北防线所有炮塔和噬魂雕塑都在指定位置上摆放着，没有破损，且在后方还有100座备用噬魂雕塑，准备随时填补。除此之外，在无名山大后方共200座祭坛都处于正常状态，可为江北防线提供足够的修补。且如今繁育储备鬼石已经来到了78亿枚鬼石。陈凡轻点了下头，本来繁育储备鬼石是没有这么多的，光开采新大陆的话，1年功夫是开采不了这么多鬼石的。但在拿到了君临天下的奖励后，君临天下所自然诞生的鬼矿，仅仅是1年就给他们诞生了30多亿枚鬼石，已经回本了。还有一件事，王奎继续汇报道，江北防线足足有170公里，我们需要大量人手，才能像7号防线那样，在每晚抵御鬼潮结束后，出城收集鬼物尸体，并挖取鬼石。但我们如今人手不够，如果要大肆招收繁育编外成员的话，王奎话音未落，陈凡便打断了王奎的话，不用招收，发出
出通告，让江北四地和关西平原所有势力派出人手前来支援，主要负责部分后勤以及战后收集工作。不是我们的人会不会有？王奎有些迟疑道。不会。陈凡摇了摇头，让每个势力的势力之主亲自管理自己手下的人，并进行监督。若是出了什么岔子，我们找势力之主问责。他们平日就是干监督和管理这种事的，这也是他们擅长的。这样可以大大减少比如将鬼石塞进自己怀里这种情况发生。去吧，明白。陈凡看了眼王奎远去的身影，双手搭在江北防线的垛墙上，长吐了一口气后，心神一动，储备在繁玉仓库的数亿枚鬼石，突然一瞬间齐齐碎裂，化作乳白液体，沿着铜管快速朝江北防线涌来。江北防线开始如多米诺骨牌一样不断被齐刷刷点亮，城墙开始依次升高。在 8.5 亿枚鬼石加持下，江北防线原本清一色的5级城墙，如今齐刷刷的升至6级，面前不断弹出一则面板。城墙升至6级，坚固强度增加，请选择升级方向。1. 城墙可自爆，并爆发出巨大威力，威力取决于城墙的坚固程度和等级。2. 近距离攻击城墙的敌人有较低概率遭到一定伤害反弹。3. 远距离攻击城墙的敌人对城墙造成的伤害会较低。他挨个不断划过一个个面板，清一色选择了第3项，偶尔会弹出一个质变升级方向，但都没什么用的。若是刚好这个质变方向出现在第3个选项，他还得将那堵城墙拆了，重新打造一堵6级城墙堵住那个缺口。那种只能作用在一堵城墙，而不是作用在所有可相连城墙上的质变升级方向，都是没什么用的。没多久，焕然一新的江北防线在落日黄昏下矗立在江北海岸线，清一色的6级城墙和7号防线一个规模，比7号防线多了鬼血纹路，更长更硬，这回应该够了，干活了。关西平原，屠仙圣地圣主低头望向手里的信纸，咧嘴笑了起来，从床榻上蹦了起来，大步朝屋外走去。江北急袭，雨季即将降临，经黑云压城，鬼潮即将登陆，江北百里防线急缺人手，特持雨袭，求援诸方，凡健壮汉子，皆我所需。江北繁育永业历382年10月27日，走出屋外的屠仙圣地圣主望向早已经站在大院准备好的一众屠仙圣地弟子，神情满意的点了点头，大手一挥，出发。下一刻，一箱箱鬼石被搬至山脚下的高铁上，一个个身穿黑衣的屠仙圣地的弟子也携刀跟车，他早就准备好了，就等樊玉发出江湖令，然后他第一时间响应了。这几日，樊玉对外释放出江北海潮即将登陆的消息，关西平原各个势力这才知道，原来江北的节点早已碎裂，也终于知道了江北樊玉为何会耗巨资打造江北防线的消息。一时间，无数势力响应，一辆辆满载壮汉和鬼石的高铁，从江北四地和关西平原等各个区域驶向樊玉，不仅仅是因为钦佩江北的所作所为，更多的还是因为樊玉能动，你敢不去？樊玉是真敢来。陈玉主正在城墙上望向海面发呆的陈凡，耳边传来一道熟悉且陌生的声音，他偏头望去，七老正大步朝他走来，准备的怎么样了？能不能护住江北，就看这几天了。七老脸上没有太多担忧，尤其是在看见城墙的高度已经不是20米，而是30米后，嘴角微微抽了抽，这江北防线能被攻破，那才叫见鬼了。还好，陈凡站在城墙上吹着海风，笑着道：“最近有没有什么关于永业殿的消息？”他没什么获得永业殿消息的来源渠道，主要都是通过七老。还行吧。七老长叹了一口气，上次雨季，永业前线又失守了一个，但在雨季过后又夺回来了。主要是在雨季，永业前线压力会比较大，平日里都还好，我们能做的也就是守住我们这里3亩地，剩下的就只能交给永业殿。倘若永业前线真的破了，那我们也就只能认命了。陈凡轻点了下头。对了，七老突然有些疑惑地扫了眼四周，你们樊玉没有多招点人吗？你们的江北防线足足170公里，不多招点人，战后的收集工作可不好进行。7号防线足足好几10万人，其中一大半的人都是负责战后收集工作，一个防线的主要鬼石收入来源就是这些战后收集上来的鬼石，应该够了。陈凡有些迟疑道：“我对外发出通告，向各大势力求援了，让他们派点人过来，应该差不多够了。”这样可不行。七老面色顿时难看下来，眉头紧皱。陈玉主，你有点把江北四地和关西2地平原的势力想的都太好了，他们可不是你发出一个求援就会响应的，哪怕你这道江北防线是在庇护他们，但鬼潮没有真正到他们脸上前，他们是不会领情的，是吗？陈凡听见身后的高铁鸣笛声，转身望向身后，在看见这一幕后突然笑了起来。诺，来了。七老顺着陈凡的视线望向身后，只见在江北防线身后的荒原上，数条高铁轨道，7、8辆高铁列车正并排行驶在数条轨道上，疾驰在荒原上，很快便来到江北防线下。第一辆高铁停稳，数百号人从高铁上走下来，并且还将一箱箱鬼石不断抬下高铁，而为首的正是屠仙圣地圣主，此时正站在城墙根下，双手抱拳望向站在城墙上的陈凡，咧嘴笑着高吼道：“屠仙圣地729号弟子接至，自带3月干粮，支援500万枚鬼石，只求一战，为江北，为关西。”谢了。站在城墙上的陈凡双手抱拳回了一礼，同样笑道。站在一旁的七老微微一怔，才下意识道：屠仙圣地圣主本就是个识大局的人，上次他就支援了7号防线500万枚鬼石，但其他势力可。话音未落，剩余几辆高铁上也走下来不少人，并都带着鬼石。江北李家7房青壮接至，任凭樊玉调遣。关西平原明尊教3000教徒悉数在此，任凭樊玉调遣。江南药王谷所有弟子接至，任凭调遣。关西平原越来越多的势力赶来，并且在江北荒原尽头还能看见更多辆高铁正在不断疾驰而来。七老望向眼前这一幕，彻底懵在原地。他们上次求援可没这么多势力响应他们的，不由偏头望向陈凡，下意识的呢喃道：“怎么响应你们樊玉求援的这么多？可能是樊玉人缘好吧？”陈凡笑了起来，他一一谢过
过后，王奎出面带着繁育成员，开始给各个前来支援的势力之主分发传音符，并根据人手安排负责防线地段。七老也没久留，又看了一会儿后，才乘坐繁育高铁赶回7号防线。毕竟雨季即将降临，7号防线也有不少事要处理。永夜大陆某处常年被黑暗所笼罩的区域，一人两恶待在黑暗中央，身穿灰袍的中年男人，这些日子越来越心神不安，不断偏头望向江北的方向。虽然他什么都看不见，但他还是下意识不断望向江北方向。他能清晰的感觉他在江北留下的气息，尚有几日就要熄灭了。江北那些被他气息镇压在海底的大批鬼潮即将登陆了。就在这时，黑暗里传来一道有些苍老且疲惫的声音：“那位，你当真还不愿说吗？只要你现在离开，你便可重新回到江北，继续镇守你的江北。你真的愿意看见江北无数生灵因你而死？”原本心神有些烦躁的中年男人，在听见这话后低头陷入良久沉默。过了许久后，才轻声道：“江北无数生灵不是因我而死，而是因你们而死。”他对江北是有感情的。当年他来到永夜大陆的第一站便是在江北，是江北的人将他从海里捞了上来，给了他一口饭吃。他以前是没有感情这种东西存在的，自从上次自爆后，就渐渐有了感情。但一些事情是原则性的问题，倘若让鬼族得知他以前所在的那块大陆具体位置，而对方又真的做到了穿过雷雨海域，那对于永夜大陆来讲就是必死之局。那个大陆已经接近崩碎了，鬼族想要栖息在一块大陆上，就必须要找一块完整的大陆。永夜大陆依旧是他们的第一目标，并且还会通过消化那块大陆上的大量鬼石，大幅增强鬼族实力，永夜大陆就更挡不住了。双方再一次谈崩，一时间这片被黑暗笼罩的空间再次陷入沉默。不知过了多久，黑暗里再次传来那道沙哑的声音：“你又不是这片大陆的天道，你到底图了什么？无论永夜大陆是否战败，你都不会死，我们杀不死你，也没人杀得死你。你当真想要一直被囚禁在这里？”话音落下，原本一直低头发呆的中年男人突然笑了起来，抬头望向头顶黑暗，视线仿佛刺穿黑暗般，牢牢锁定在某处。“你管我，我乐意。”自从比以前多了一丝丝情感后，他发现其实不用什么事都要想得那么清楚，只要他乐意便好。黑暗中再次陷入寂静，而平日里一直打闹的那两具鳄鱼，此时也不再打闹，而是趴在地面上望向江北的方向。齐齐陷入恍惚，他们在想小花有没有逃离无名山，若是没有逃走的话，那海底鬼潮登陆江北第一天便是小花葬身之日。他们最怕的就是小花要留在无名山等他们归来，哪怕海底鬼潮已经登陆也不愿撤退，那样的话他俩余生都很难再露出一丝笑容了。与此同时，永夜缓缓如期降临，黄泉口峡谷今夜灯火通明，黄泉口防线上一座座炮塔对准关西平原的黑暗，不少人在城墙上来回奔波，而黄泉口负责人则是面色严肃地望向关西平原深处。数日后，无数海底鬼潮将会从江北登陆，届时江北4地和关西2地将寸草不生，所有登陆的鬼潮都会冲到黄泉口防线。他们黄泉口防线已经建造完毕2年多了，终于到了黄泉口防线发挥作用的时候了。七老还是没有撤回来吗？他忍不住偏头望向身旁的女人。没有。女人摇了摇头。七老给我们最后的一则消息是，7号防线将会死守关东平原，以及还有一句我听不明白的话。什么话？乱世出枭雄，苦难但奇迹。江北有人镇守，江北不会沦陷。江北有人镇守。中年男人眉头紧皱，什么叫做江北有人镇守？能一人镇守一片区域的，除了那位之外，再无他例。他没见过任何人可以一个人镇守一片区域的。但要说势力的话，他们永夜殿又没派出任何支援，意思是江北4地和关西2地崛起了一个可以镇守江北的势力。他还说什么了？没说了，但听起来语气里并没有太多绝望，像是信心十足一样。中年男人沉默良久后才低声沙哑道：“那就看看雨季降临后会不会有鬼潮冲到黄泉口防线下方吧。”时间一点一点推进，长达170公里的江北防线城墙根下修建了3条高铁轨道，这些3条轨道将会负责战时的后勤快速补给以及鬼物尸体收集。每个势力都领到了自己的号段，他们将会负责自己号段城墙外范围内的战后清理工作，监督人都是各个势力的势力之主以及部分繁育成员。这些挖出来的鬼石会全部再次投入到江北防线，毕竟海底鬼潮登陆可不是打一晚或者是打一个雨季就结束了，而是会一直打，只要防线不沦陷就会一直打，3年5年10年都是有可能的。而在此期间，江北防线上的炮塔会一直处于启动状态，鬼石会源源不断的如流水般消耗，光靠繁育储备的鬼石用不了多久就耗空了。主要消耗鬼石来源便是战后清理挖掘出来的鬼石。近黄昏，雨水淅淅沥沥的洒在江北防线上，江北防线上的一众繁育成员和各个势力的人都多少有些紧张的躲在城墙后，望向前方那浪花越来越大的海水。没有几人亲自去过7号防线，也没有几个人亲自见过鬼潮登陆的画面，这都是第一次，难免有些紧张。陈凡站在港口旁边，望向港口附近的那数百根矗立在荒原上的通天柱。这次海底鬼潮登陆，如果强度不发生变化的话，那应该是用不上这些通天柱的。距离地经线路打通已经过去近2年了，这2年内大量通天柱储能完毕，其中满级通天柱已经有98根完全储能完毕。他至今还没试验过满级通天柱的威力，等有机会了，他得扔一根试试威力。他再次巡视了一番后，也如他人一样登上城墙，望向远处黄昏下的海面，开始了耐心等待。终于，当永夜降临，无穷黑暗从天边席卷而来，彻底将整个江北笼罩进去时，陈凡依稀感觉无名山上
好像传来一道碎裂声，下一刻，江北防线前不断翻涌的海浪声瞬间消失了，仿佛整片海洋被抽干了声音一般，海水突然转变成极致的平静，他们从未见过的平静。紧接着，岸边的礁石开始轻微震颤，不是地震，而是某种从深海向上传导规律的震动，像是无数个原本处于沉睡的鬼物在海底清醒过来，并开始转身所造成的动静。海面依旧漆黑如墨，但很快便开始大片大片的泛起一种粘稠的墨绿色液体。第一只鬼物破开海面，站在江北防线上的陈凡眼睛眯了起来，他看见了，那是一个类似于章鱼的鬼物，没有腿，底部是无数蠕动的触手，但这仅仅只是序幕，如同一篇故事的序言般，真正的恐怖紧随其后。海平面在这一刻突然整体抬升了，一道极其恐怖的海浪突然升起，重重拍打在江北防线上，无数浪花溅起的同时，数不尽的鬼物借着浪花宛如黑色潮水般，以一种不可阻挡的姿态，眨眼间便覆盖了江北整个海岸线。鬼潮来袭，